大家好，我是张大哥。这部从桃园来的黑色 W126的300 SEL 大哥已经完修了。那这颗分油盘我们在前面的测试数据，有看到它原来呢每一缸的出油量都少了将近30-40 ml。差不多是在25到30%的缺乏的供油量。这个现象会稀薄燃烧，会造成我们的引擎过热。大哥现在已经把它纠正过来了。我们看到大哥有在这上面有做签名因为大哥要对它负责。侧流板。空气流量感知器我们已经换新了。我们看到那个电压，大哥已经调出来了。再来呢，配油嘴已经全部都换新了。火星塞它的型号不对，大哥也已经把它换成正确的火星塞。至于说分电盘的部分呢，大哥已经检查过了。有些脏的地方有磨损的地方，大哥已经把它整修过，所以这个分电盘的寿命应该还有50%，应该算下来大概应该还有5万公里左右的寿命。再来呢，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分油盘的回流量从这里从这个地方回流到油箱的流量目前我们看到右下角这个数字是在3.1左右因为大哥已经把它的蓄压器跟滤芯都全部换掉了。我们得到的这个数据，它已经高于标准要求的最低1分钟2公升的回流量已经算是属于高标了。代表这个油箱的污染并不严重。再来呢，我们看到上面有3个表最右边是怠速马达的工作电压，目前是在4.8左右也是在标准值以内。中间的呢是空气流量感知器的校正电压也在标准值以内。最左边呢是差压阀的电流量电流量的话，目前也是在正确的工作之中。因为它这部车它并没有这是1988年的车子，我们没有看到它有 O2 的含氧感知器，因为它是欧规的。如果美规的话，88年就会有 O2。所以说我们看到它的数值，最左边这个数值1.5 mA， 它并没有动。转速的部分目前大概在700转左右，而且相当的稳定，几乎连动都不动。我们来看看这部车子从缸压的数值我们看起来，它积碳并不严重，而且这部车子给大哥的感觉，它的引擎是在车主的有心照顾之下，它并没有内伤，也没有什么样大的 trouble。整个运转是相当安静、相当稳定的。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稳定性，几乎连动都不动了，这个稳定性相当好的。我们看到它的引擎角的部分，我看下来大概应该也还有50%左右并不是相当严重，并没有造成扭动的现象。我们来加一次油看看。引擎扭动都还好，所以说它的变速箱角跟引擎角的话，大哥要认为说短时间应该还不会造成问题。好，我们到后面来看看它的，因为这部车大哥已经发动很久了，我们看到排气管还含着水，因为排气管已经热了，大哥已经发动的大概有30分钟。今天天气又热，
OK， 我们来看看这3个表哦。最右边的转速表哦，现在是在750左右，但是大哥的数值是700，所以它的误差比标准的正50转左右哦，这也是很正常现象。水温大概在79度，也是 OK 的。再来呢，哦，大哥来打开电源，我们来看它转速的变化。哦，它有稍微爬升一下，然后又下来了，代表怠速马达是在正确工作当中。关掉冷气，它爬上来，又下来，打开冷气，它怠速马达有在正常的工作，所以它还是维持在转速表上面的800转。OK， 转速表上面的750到800之间。大哥现在是在开冷气的状态。OK， 好，开冷气的状态，大哥来入档，踩刹车入倒档。转速大概是在700左右哦，而且感觉上相当稳定，并没有抖动的相当厉害，代表这个变速箱如果已经在测试是相当 OK 的。大哥，关掉电源，我们来重新启动看看。OK， 好，启动，这1点就着了。而且大哥发现他这部车的启动马达是状况相当好，启动相当有力又迅速，所以启动马达可能有刚换新过，状况是相当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车主他要求我帮他检查一下他的刹车跟水箱精的部分。因为水箱精，等一下大哥会把它水箱精换掉。那水箱精的话，因为它这个成分是，它水箱精成分主要就是乙二醇，那它负责提供我们的热效率，把我们的热水从水泵浦带到水箱来做冷却。那如果说水箱精是 OK 的，那它应该会有点粘性，它热效率也会高。再来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总方的刹车油相当的黑，那刚刚大哥有测过，它的含水量已经到3个灯，这4个灯。那大哥有空等一下会找时间把它的刹车油全部管路全部换掉。水箱精也全部换掉。OK， 好，那今天大哥的测试报告就到此结束，拜拜喽。